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丁志。上个视频给大家做了 WordPress 的安装教程，今天这个视频来带大家做一些基础的设置。老规矩，我们先到博客去看一下文章。如果还没有安装过的同学，可以到这个链接去看一下安装教程。安装完成之后，再来做一个基础的设置。另外，想学习更多基础网络知识的同学，可以关注一下我。这个频道的话，专注做小白能看懂的保姆教程。文章的话，都会发布在我的博客上面，地址会在我主页的个人信息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实操的时候可以结合视频对照着文章里的步骤一步步来，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实操。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步骤，我们先去访问一下我们已经安装好的 WordPress， 这里我已经打开了这个界面。我上次安装的话是以 IP 的形式，这是我的局域网内的 IP。我们安装完成之后就是到这个界面，我们要去选择一个语言，我们把它分开来，这样的话看好看一点。OK， 这样看起来像你们平时在做教程的时候，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好的操作，对照着文章会更好一点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我们会到一个语言选择的界面，把这个放大一点。语言选择的界面，我们去选择自己的语言就可以。简体中文继续。这里的话就会跳到一个基础信息的配置。像网上很多教程的话，你们应该会看到还有一个数据库的配置。像我这边的教程的话，就是因为之前是手动安装的，在之前手动安装的过程中，数据库已经通过配置文件已经配置过了，所以它这里就不需要再去重复的做一个数据库的配置。OK， 那我们这里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填写信息就可以。标题，这里的话我都写一下，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具体会显示在哪边。密码就随便设置一下。我们这里如果有弱密码的话，这里要勾选一下。这里邮箱是一定要输的。你后续的一些更改操作啊之类的，它都会要通过邮箱来操作，所以这邮箱一定要填一下。OK， 我们确认好信息之后，就安装。OK， 这样就安装好了。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界面去登录，它就会跳到这个登录界面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一个基本的安装已经安装完成了，基础的设置最简单的设置也设置好了。你现在其实可以去访问这个主页，我们可以尝试访问一下。OK， 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默认的示例页面，对吧？后续你再去登录管理页面的话，可以通过这两个地址，这个地址就是其中一个，或者你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地址，它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同样会跳转到这里来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用刚刚的用户名登录一下，邮箱和用户名都可以的，不影响。我们登录一下。OK， 这里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后台的管理页面了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到设置里面去做一个基础的配置。这里的话，你的标题、副标题还有一个站点的图标都可以去做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副标题。
就大概演示一下吧。图标这里面可能没有图片，这个虚拟机里面应该没有图片。试一下这个能不能啊？可以。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，踩点错误。它这个图片可能像素会高一点。像素太高就不太行，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。我本来想演示给你们看一下，大概在什么位置，就是在访问的时候，在这里它就会变成你的图标。大家可以去自己设置啊，就是它的一个图标设的时候，一个是分辨率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大小，它不能上传太大的图片。对，这里那我就不演示了。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地址，地址的话，目前我们是通过这个 IP 嘛。IP 内部去访问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是公网 IP 的话，也可以通过公网 IP 做一个外网的访问。另外的话，你可以去把它改成域名，对吧？我后面来设置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来把它尝试的去设置一下域名。域名的话，这里就是会涉及到2个问题吧，一个是正常情况下，在其他很多教程，它会让你直接在这边去修改。那单个站点的情况下，它会没有任何影响，你直接可以去修改，因为它这个 Web 服务器它会默认的指向它对应文件夹下唯一的那个站点。但如果涉及到多个站点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在你的服务器上设置多个站点，或者搭建多个 WordPress。这个时候你去用同一个 Web 服务器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对应的配置明确的一个服务器的名称。你不能在这里单纯的去修改的话，它是无法正常的去访问的，因为它无法锁定。你同步这里的 server name 也要去修改匹配起来，它才能去访问对应的站点信息。这里的话，我用的是 blog 1，我去给你们看一下对应的之前的教程。对应之前的教程就是这个信息，你在新建的时候，你会去创建一个这个虚拟主机的信息，让它去匹配。如果说现在上一个视频我们用的是 IP， 对吧？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上一次做的那个虚拟机配置。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去修改，它不会影响，因为它目前站点只有一个，我们可以直接去访问唯一的站点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当你如果只是唯一的站点的话，那这里就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直接在后台修改就可以了。这里注意的是，当你设置多个站点的时候，这做个提醒吧。另外的话，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域名访问。那首先，公网 IP 你可以去直接指向你的公网 IP 做个 A 记录的解析就可以了。但是在就是没有公网的时候，你也同样可以去用内网穿透的技术来做一个访问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我们之前一直推荐的就是 Cloudflare 的隧道，对吧？这里也同样可以去实现。我这里的话就简单给大家去演示操作一下。如果有不太了解的同学的话，可以去参考一下之前的文章。这个的话是搭建隧道的一个方案。这里的话就是如何去设置多个应用去通过同一个隧道去访问。对，我们这里的话就去在这边隧道看一下。这的话就是我之前还是老隧道了啊，老演员了。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再去添加这个 WordPress 的访问，我们直接添加主题名就可以。我们直接用 WP， 然后选择一个域名。这里的话要注意，因为我们这里监听的是80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里要匹配起来。
哎，这个文章里没有更新嘛？我再更新一下，我记得我更新了呀。OK，它更新出来了，它对应的是80，所以我们对应的隧道目标也要是 HTTP 80。其实这个80的话可写可不写，因为对应的 HTTP 默认它应该就是80。然后另外的你的 WordPress 后台的话也要用 HTTP， 这个不会影响你的就是正常的 HTTPS 的访问，因为最终的访问协议的话，我们会在 Cloudflare 里面域名那边会去设置，之前有设置过，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转换。不清楚的可以去之前的教程看一下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域名放进来，就让我们加上80，我们保存主机名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一个域名的指向解析就做好了。我们其实现在可以来访问一下，直接在这里访问吧。OK， 我们就已经指向到这边了，看到了吧？指向它对应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访问到站点，因为我们还没把这里做变更。然后其实这里我为什么说80可以不写？看到我们这里其实这个其实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。它应该是跟那个访问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访问的是一样的。这里的话只是给大家稍微拓展一下。正常的话，如果不太懂的话，就正常去加80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效果是一样的。OK， 那我们这里域名已经创建好了，隧道也搭建好了，那我们在这里去修改它这个访问。下面也改一下。OK， 我们改完这些信息都改完之后，我们保存一下看一下。这的话访问失败，我们重新去访问看一下。这里漏了一个设置，导致它无法访问到我们的站点。它现在访问的是一个 Web 服务器的默认的一个页面。然后我这里把这个文章重新更新了一下，我来刷新一下。OK， 这里单个站点，你如果要实现直接在后台去改域名的话，你首先得去禁用掉它一个默认的虚拟主机，否则的话，当你访问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虚拟主机的时候，它就会默认的去访问它的默认虚拟主机。那我们现在为了避免它去访问这个默认主机，前提你只有单个站点的时候，那我们先去把它的默认主机禁用掉，那对应的它就只能访问到你的站点配置了。OK， 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先要去配置一下。我们登录进我们的服务器，然后我们先去禁用掉它。然后再去生效一下。
哎，怎么没有粘贴上来？OK， 应该生效了，我们再来重新访问一下。这个时候会发现它访问不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它出现 SL 证书的时候，从 HTTP 转向 HTTPS 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一个异常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这个文件，我们重新来配置一下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之前测的时候已经放进去了，我们直接把它生效一下。你们正常的话就是把对应的这段代码粘贴进去就可以了。有点卡。OK， 我们配置好了，来刷新看一下。OK， 现在就可以正常的去访问它了，这边应该也没问题了。OK， 这边也能正常的去访问和登录了。我们登录一下。哎，密码忘记了吗？刚设的密码多少来呀？OK， 那我们这里就登录，重新回到这里来。这边的基本设置，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修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回到这里看一下我们修改的内容。这的话就是标题，这里就是副标题。头像的话，我这里没有，这个虚拟机上没有图片，我就不去修改了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修改。OK， 我们回到这里来。这里的话，域名这里我们就讲完了。我们再大概的讲一下，有一些其他的配置可以关注一下。这里固定链接，固定链接的话，这里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、喜好吧，去选择一个或者自定义一个固定链接。像这个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长一点，信息会多一点，比较杂。我个人的话，可能会倾向于文章名一个链接去做，这样的话比较简单一点。对，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和节奏去设置就好了。另外的话，主要的话也就是外观的主题。主题的话，这边有默认的几个，你不需要的话可以删掉它。然后正常的话，你直接去启用它就可以生效了。就比如说我这里来启用一下试一下。OK， 它生效了，我们来这边刷新一下看一下。它这边就实时更新了。这里面的内容的话，需要我们自己去进去自定义这里面。但它每一个主题的自定义内容会不太一样，很多内容可能会有受限，这个的话是根据主题来的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选择安装新主题。安装新主题的话，你可以去选择 WordPress 官方的社区提供的主题，直接安装就可以，也可以自己去第三方去下载，然后上传主题就可以了。使用的话是一样使用的，对。这边主题其实还挺多的，后续的话可以去找一些
比较好用的主题，到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推荐。插件的话也是一样，插件的话正常也会有默认的，不需要的话直接删掉就可以了，一般没什么用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求去安装会比较好一点。插件也是一样，它也会有一个官方的库，我们直接去安装使用就可以了。这里面插件同种功能的会比较多一点，然后这里面的话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详细的介绍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同样也是可以上传插件的。这个开放性还是比较强的。最后的话，就是这里有一些基础的默认的一些初始信息、初始的文章啊、评论什么的，你可以去选择删除，也可以保留，这看你自己喜好吧。其他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写文章啊、媒体啊、页面啊，或者用户的创建啊之类的。功能性的就后续针对性的不同的功能再去做介绍吧。如果你们哪一块特别需要去讲解或者我来推荐的话，可以评论区留言一下，我会根据针对性某个功能模块来做一个教程。OK，那今天的视频教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